台北大空袭，他就直接去问说，你知道台北大空袭空袭台湾的是下列哪一个势力？说 A 中共，2美国，3日本，这个人打中共。这个游戏当初桌游圈里面比较绝情的一些人，他们就很热血，他去非台湾市场贩售，你就看到他们一大箱一大箱的抬出去，再一大箱一大箱的抬回来。就他为了宣传他的意识形态，可他的游戏性玩起来就不好玩。他到非台湾市场，它就是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游戏，而且因为你用的不是真实的东西，你用的是很片段的历史，你在台湾市场你也只吸引到40%的群众啊。我们10几20年前非常自豪说，台湾的软实力是超过对岸的，我们是文化输出的那一方。比如说在20年前，中国大陆的歌手都不怎么有名，可是港台的歌手都非常有名，现在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软实力已经很明显是不如人家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要自我吹眠，还觉得我们软实力是比对方强，于是贬低对方。因为其实一放到世界去检验，不要看别人，光看金马奖就好了。其实金马奖出来那些台片，所谓的好电影，我讲难听一点，就台湾人在自嗨而已啊。对，真的有什么文化穿透力吗？完全没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隐性的自卑现象。我不知道历史哥有没有听过一个桌游叫做台北大空袭。我知道这个，但我没玩过。这个桌游也是在桌游小众嗜好里面有成功破圈的一个游戏。他上那个集资网站开始进行集资，那时候他们甚至去西门町去做街访，他就直接去问说，你知道台北大空袭的背景是什么吗？那台北大空袭的背景，这听名字就知道嘛，他就是用第2次世界大战，然后那时候日本跟美军交战，那时候我们台湾算是日本的一部分嘛，所以那个时候美军会来空袭台湾，那他就甚至去问路人，那请问空袭台湾的是下列哪一个势力？说 A 中共，2美国，3日本，超多人打中共。这个台北大空袭没有台湾价值啊，怎么可以说爸爸炸过台湾呢？这不对哦。应该这么说，这个在台派史观里面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们就同心圆史观嘛。像那个时候他们就灭火器的主唱杨大在帮这个游戏唱主题曲，然后做 MV 的时候，他一开始打的标语就是用说，我们原本是耻辱的战败国，但一夕之间却变成了战胜国，但我们却没有什么体会到什么战胜国的骄傲，而是只有战败国的屈辱。这个做这个 MV 的开场的 slogan，他又不敢公开讲出来，对，因为日本人干了太多不人道的事情，而且日本其实在战后被美国人严厉制裁啊，所以这个他也不好讲。就每次我跟台派在那边斗嘴的时候，都会拿这个来呛啊。我说，好，你要说什么中共侵略，那请问现在解放军有一发子弹打到台湾吗？没有嘛。可我们被美国侵略过啊，对，我就直接拿这来呛啊。这不是台派史观吗？我是用你的史观来打脸你。好，反正就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游戏就是在宣发的时候就做得非常的好啦，对，非常的成功啦，所以导致这个桌游其实它是有成功破圈的，就是让没有怎么玩桌游的一些圈外人士也会有兴趣想要玩这个游戏。那他甚至后来还有上 Steam 去做成电子版。为什么我要拿这个游戏来做例子呢？它本身的游戏虽然在台湾成功出圈了，可是它到非台湾市场，它就是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游戏，就是拔掉它这些什么所谓的台派史观啊，或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不管我们纯粹论游戏性，对它的游戏性也不好玩，就它有点本末倒置了。它为了宣传它的意识形态，可它的游戏性玩起来就很普通，甚至不好玩。那桌游的展览有一个在世界的性的叫做埃森展，这个游戏当初我们有出版社，还有跟一些桌游圈里面的一些比较绝情的一些人，他们就很热血，他去那边贩售，你就看到他们一大箱一大箱的抬出去，再一大箱一大箱的抬回来，对，卖得很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披着意识形态的东西，然后所以他在台湾曾经一度出圈过，但是因为他游戏真的是做的不怎么样，甚至是不好玩，所以他后来变成了自售版卖的比当初去参加集资的集资版还要便宜的情况。我以桌游刚刚为这个引子来讲软实力，我们以前10几20年前吧，我们非常自豪说台湾的软实力是超过对岸的。我们虽然硬实力可能不如他们，但是我们是文化输出的那一方。比如说在20年前，中国大陆的歌手都不怎么有名，可是港台的歌手都非常有名，然后甚至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听的都是港台歌手的歌。可是事过境迁，现在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软实力已经很明显是不如人家了。但是我们到现在，即便已经是今年是2024年了，台湾还有一种自我催眠吗？还是说就是还觉得我们软实力是比对方强的？可是大家在看的都是比如说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那甚至我们现在你不看抖音不看小红书，你看 IG
IG， 你看 Facebook， 对不对？上面那些短影片，甚至是 Short， 是不是也都是从抖音啊、小红书搬运过来的？基本上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你潜移默化之后，你的软实力早就已经被中国大陆超越了。比如说那天我朋友在跟我聊吴慷仁的事情，他说吴慷仁身为台湾演员里面的 GOAT， 那能去中国发展，当然会让台湾很多那种底下的粉丝崩溃成一团吧。那为什么青鸟不敢去出征周杰伦？那我就跟他说，因为这个粉丝基数不一样啊。吴慷仁再怎么红不出台湾，可是周杰伦甚至是老一代的什么四大天王那种的，他们办演唱会是那种整个华人圈或甚至整个亚洲区的，一比你的粉丝基数就差很多了。那就很像是以前我们台湾要废核电的时候，国民党还在执政嘛，那时候民进党主张说，哎，我们台湾干嘛都要捧着台积电？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说，你要是废核啊，我们这些科技厂，比如说什么台积电啊，电会不够用，我们不用管台积电啊，我们台湾人就是靠我们软实力吃饭啊，那每个人就是过着小农啊、文青式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赚很多钱啊。但其实我们的农产品竞争力是超烂的。以前是大陆相对封闭嘛，那时候台湾跟香港是相对开放的嘛，所以那时候港台明星都非常红啊。现在已经就是时光完全逆转，对，那所以就是青鸟们开始好像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好像又稍微意识到一件事情，于是开始他们就这种自卑，但我又不愿意承认，于是开始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去贬低对方。那我前阵子滑 Facebook 的时候，就滑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反正他就是在讲说啊，中华文明啊，都是那种西亚那种落后被淘汰的那种比较劣等的文明才会传来到中国，而人家就是最精英的这个精华都留在了西亚，糟粕才是中国你们觉得很厉害的东西。那首先我就当他讲的都是对的好了，那我们就看现在嘛。请问是现在的中国比较富强，还是现在那些中东国家比较富强，对吗？你不要讲你以前有多厉害嘛，因为你现在比人家废，所以你就要就是讲说啊，你们以前有多废多废，你看几千年前你们好废，那人家看的是现在啊。然后2-3年前不是有新疆棉事件吗？那时候台湾一大堆艺人被点名啊，那时候什么张钧甯还有许光汉，然后一堆人说啊，对他们好失望啊，结果现在许光汉从韩国红回来了，还不是屁颠的说哇许光汉好帅，我老公。我就觉得其实你软实力输人家，输就输，那去向一些跟你差不多但是软实力却特别强的国家学习，例如说日本、韩国软实力真的是1等1的强，然后像日本漫画也是穿透整个世界啊。对，那我们就是抱着我们自己所谓那种很小众的东西，为了偷渡意识形态，那你的历史又不是用真的，又是为了你的台派史观用那种断章取义啊，各种方式啊，他们很喜欢搞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然后还来验证说，哎，我讲的今天是对的，这很可怕。对啊，而且我讲难听点啊，因为你用的不是真实的东西，你用的是很片面的历史或片段的历史，你在台湾市场你也只吸引到40%的群众啊，可是一放到世界去检验，不要看别人，光看金马奖就好了。其实金马奖出来那些台片，所谓的好电影，我讲难听点啊，就台湾人在自嗨而已啊，对，真的有什么文化穿透力吗？完全没有。